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请叫我总监柠檬被催分手，褪去少女感，谭松韵还有出圈胜算吗？我一直觉得谭松韵就停留在青春剧里那个软萌的少女模样呢，压根没想到她的小宇宙还能爆发这么大的能量。最近开播的《请叫我总监》里，谭松韵是以职场女性的形象出现的，她饰演总裁秘书柠檬，那优雅又干练的身影给观众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在老爸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投资人的梦想一直扎根在柠檬心里。他这人积极又乐观，特别擅长吸收新东西，还特别有持之以恒的劲儿，能很好的适应那种高强度的工作。业务能力和情商都挺棒的，柠檬在提升自己的过程中，也打开了职场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在之前的那些作品里，谭松韵大多是以那种充满元气、特别活泼的甜妹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就好比《最好的我们》里青春有活力的耿耿浪花一朵朵中率性又热血的云朵，以及以家人之名里有点迷糊但很纯真的李尖尖。少女感是这些角色都有的特点，谭松韵不但把角色特点诠释得很好，她自带的那种轻灵感还让她收获了不少观众缘。从青春少女变成了职业女性，这角色跨度挺大的，特别考验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呢。柠檬有着很大的职业理想呀，他一心想成为优秀的投资人，好帮助更多创业者达成梦想。别看谭松韵天生是娃娃脸，可她换上职业套装后，一点都不觉得别扭。柠檬的恋爱对象那可是观众们最关心的事儿啦，网友们追剧那劲头，比当事人自己还带劲呢。苏维然是柠檬的学长，一直对柠檬有好感。他在别人面前老是展现出很谦和有礼的样子，自己默默消化那些负面情绪。他从小就接受挫折教育，经常会陷入自我怀疑，从他处理感情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来。他误以为柠檬跟陆继明有特别的关系，都没等柠檬解释呢，就自己下定结论，还指责柠檬给陆继明追求的机会，不让柠檬跟陆继明见面。从他说话的语气和内容里都能看出不信任来。他越说越激动，情绪都失控了，甚至还做出了砸方向盘这种暴躁的行为。在交往的后面阶段，苏维然更加变本加厉地去揣测柠檬和陆继明。在一次吵架当中，他忍不住动手了，这让柠檬彻底心都凉了。那些网友早就盼着柠檬分手呢，几乎每天都在催，差一点就把柠檬快跑给打到公屏上啦。大家为啥这么喜欢柠檬呢？谭松韵她自己就给出答案啦。她直说刚开始接触角色的时候就被那灵巧的性格给迷住啦。柠檬身上有着不少闪光点嘞，就像她对待工作那叫一个兢兢业业的。尽管每天都得忍受老板那糟糕的脾气，可柠檬压根儿就没因此而抱怨啥，反而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没离职那会儿老是跟陆继明拌嘴，分分钟都能招架得住陆继明的火气。后来离职的时候，他从来都没讲过前公司的不好，这就足以说明他很善良啦。不仅这样哈，柠檬这人特别重情重义呢，闺蜜不开心的时候，他能立马去安慰人家。前老板的事业遭受大打击，他就陪着那老板重新站起来，通过自己创业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很少会张嘴要啥，大多时候就跟个小太阳似的，温暖着身边的人。投资这行啊，那变化可快啦，在这么个名利场里，迷失自我的人可不少呢。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可柠檬呢，他一直都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和底线。虽然总有人质疑柠檬的能力，可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梦想，越战越勇，和风暴对抗的每一次经历都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他。
资本市场一直都是把丛林法则放在前面，先谈利益后谈合作。普通人看到巨大诱惑后，大多都容易掉进陷阱。柠檬呢，他一直牢牢坚守着底线，头脑一直很清醒，而且还不缺情怀和风骨，这也许就是他特别的地方吧。他从最开始当小秘书，一路上磕磕绊绊的，尝过人情的热冷，历经过爱恨的纠缠，慢慢变成了能独自扛起一面的大女主。她压根儿就没放弃过自我提升，也没舍弃对梦想的追寻，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前进，一直怀着对生活的热情，最终华丽蜕变成了更优秀的自己。都说越努力就越幸运，这话在柠檬这儿可算是应验啦。从职场里的小角色一路成长为厉害的大人物，柠檬身上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呢。职场线和爱情线一起跑，请叫我总监把目光聚焦在当代年轻人的职场生活上，把年轻人那种独特的职场观给传递出来了。那两个主角在事业方面互相帮衬，感情上也不分上下，这种新的恋爱模式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遇到困难就往上游，为了梦想一直坚持，和那种像开了挂式的职场人生相比，柠檬身上那种坚韧和活力才是最有吸引力的。2. 圆脸小花红不了，正能量偶像谭松韵的成名之路。她是被嘲笑娃娃脸演不了主角的天赋型演员，她也是出道多年，历经波折，终于大火的实力派女星。1990年，谭松韵出生于四川，小时候的她就非常喜欢舞蹈。11岁那年进入四川舞蹈学校学习古典舞和民间舞，第一次演戏是在2005年参与《好好过日子》的拍摄。从那以后，谭松韵坚定了要成为一个演员的梦想。17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很多人认识她是因为《甄嬛传》里的纯贵人，因为当时还在学校上课请不了假，所以谭松韵只能寄了一段表演视频给导演组，没想到最终被选中了。但这个角色并没有因为电视剧的爆火而给她带来名气。毫无背景资源的谭松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能在一个剧组里跑着龙套。直到2015年《旋风少女》让谭松韵积累了不少的粉丝，到了2016年一部《最好的我们》，因为谭松韵和刘昊然的耿耿于怀 CP 一下火出圈，名气高涨，还拿了最具潜力演员奖。可惜谭松韵接下来的资源也并不算太好，《狐狸的夏天》《浪花一朵朵》，她努力的在能够接演的电视剧里释放着演技，也许是几个角色有些相似，谭松韵被打上古灵精怪的少女标签，观众也对她产生了刻板印象。2017年，她参加了当时大热的表演竞技类综艺《演员的诞生》，她的演技导师给予了肯定，但是舞台上拼演技的时候，影响的因素太多，剧本角色的差别，合作演员的水平等等，她最终遗憾淘汰。但是这个经历也教会了她很多，可惜命运总爱捉弄人。之后谭松韵遭遇了重大挫折，一夜之间消失了。活泼爱笑的谭松韵在事业的上升期忽然消失不见了，这让很多粉丝都不怎么理解。直到2019年1月，谭松韵的经纪人发出消息，告诉大家谭松韵的妈妈遭遇了严重的车祸，抢救了20几天还是没能出现奇迹。当大家在迎接新年的欢乐中时，谭松韵面对着重大的打击，但不知为何在网络上却被炮轰。后来在《向往的生活3》中被问到愿望，谭松韵说希望能梦到妈妈，这也让何炅、张子枫的好友心疼落泪。幸运的是，锦衣之下播出，谭松韵这块宝藏终于被更多人发现，她的一部部剧陆陆续续播出官宣，如今30而立，她依然认真地说和年龄无关，只要我准备好，一切都是新的开始。